自从我有第二个儿子过后，他经常在半夜的时候起来。有一次我只睡1个小时，而且是加起来的1个小时，那时候最惨的。I don't think that sacrificing sleep is something to be proud of. Sometimes I am planning for a release for my shop while I'm also preparing for shoot, and I do sacrifice sleep in order to manage all of those projects. 最大的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就是觉得说新手妈妈一定要把本分做好，什么都要做到尽善尽美啦。无法熟睡，甚至每睡2、3个小时就被孩子的哭啼惊醒，是许多年幼孩子妈妈的苦恼。我的儿子会起来2、3次，可能因为喝奶，是因为不舒服之类的。他一起来就会哭个不停，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起来抱着他，走动，走上走下，或者摇着他。他会大概要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才会睡着，再把他放在床上，我才会去睡。就过2个小时、3个小时过后，他可能又会再起来，就是持续大概2、3次每个晚上。我是汪欣怡 Beatrice， 我的工作是在航空业，我是一名账目分析师，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30岁的欣怡，大女儿3岁，小儿子1岁半。下班后回家，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被孩子占据了。我大女儿要跟我玩，就跟她玩了过后，照顾她过后，她终于睡了，我就照顾我的小儿子，而且儿子又整个晚上睡不好，所以一直持续下去这样，蛮累的，就算蛮累的，每天都蛮累的。欣怡每个晚上的睡眠相加起来，平均只有4个小时。有了孩子以后，她已经很久没有一觉到天明了。在我生孩子之前就可以睡到很好，因为没有孩子照顾。现在是不可能的。其实欣怡算是幸运的，由于跟家翁家婆住，平日2老都会帮忙分担照顾她的孩子。冠病疫情期间，居家办公成了既定模式。为了专注于工作，欣怡回到自己的新家。她很庆幸有一个避风港，让她暂时放下照顾孩子的担子，在职场上冲刺。在工作上，欣怡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毕竟在航空业打拼了8年，如果因缺睡而犯下一点错误，她会十分自责。8点半我起来做工，一做就做8个小时、9个小时。白天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累，不能集中精神，所以我每次要看这账目一大堆数据，而且要集中精神的看，有时候会影响到我工作的效率。不算新人了，但是我还犯下错误，所以有时候觉得很愧疚。最大的压力是要兼顾工作，再加上又要当一个好妈妈，照顾小孩子，再加上就是要当一个好媳妇，什么好女儿，什么都要好好的当，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没什么精力去做这样多东西。长期睡不好，导致他抵抗力减弱。他曾1个月发烧2次，得经常服用维生素来增强免疫力。偶尔就发烧、头晕，当你一不舒服，觉得心情就很不好、很糟。人类大脑的杏仁核是产生恐惧、厌恶等负面情绪的部位。大脑的前额叶会控制杏仁核的恐惧和厌恶指令。
睡眠不足会增强杏仁核的反应，一点小事就会感到害怕或愤怒，情绪起伏剧烈，严重时会使前额叶难以控制杏仁核，导致情绪失控。而男性可能就比较理性的，可能比较务实一点，女性可能就是比较感性的，属于那种比较多愁善感，所以女性可能失眠，可能是也跟生理有点关系，可能是雌性荷尔蒙啦，跟雄性荷尔蒙的差别，周遭的环境也会造成他们的这个睡眠在素质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During the COVID time, there was a lot of time for me to sit down with my thoughts and sit down with all my fears and anxiety. That painting is a depiction of a street I used to live on in London, and it was just kind of about my paranoia and insomnia of not being able to sleep. There's definitely a very nice parallel between the empty streets and the isolation that we feel in COVID, feeling sleepless, and the world feels unreal. And you're just in this weird state. I'm Alicia Mo, and I'm a freelance artist. My main goal is to continue making art and to keep making works that inspire me to make more work and to have a sustainable art practice. 宣仪3年前到英国念美术，旅居英国时，她的房子不幸遭人破门行窃。从此，他活在恐慌的阴影中，长期面对睡眠问题。睡觉前，他总会确保家门和窗户都深锁，才会上床睡觉。但是他始终都睡不安稳。I always have this fear of being watched, that somebody is always watching. Yeah, because during the break-in, it was quite clear that the intruders had to watch our lifestyle for a few days. So I think that instilled a new fear in my head, yeah. Sometimes when it's late at night or it's very quiet, then all these fears start to arise. 假如是睡眠是因为恐慌症造成的，或者是有一种焦虑症造成的话，我通常会鼓励病人去接受精神病专家医生。可能通过药物，也可能通过辅导，因为这些阴影的东西都需要时间，也需要专业方面去调整一下。大学毕业后，宣仪曾在一家制作公司当全职助导，日夜颠倒的工作影响了她身心的健康。I had quite a lot of insomnia when I just came back. It's very long hours of working, and sometimes you have to wake up very early for shoots. The kind of sleep patterns are very inconsistent. But currently, as I'm freelancing, I'm allowed to choose when I want to be busy and when I get time to rest. 辞去工作后，宣仪兼职当广告美术指导。也在网上经营小生意，以便有稳定的收入。虽然是灵活工作，但他经常做到凌晨2、3点。今年宣仪23岁了，他时刻提醒着自己，必须努力工作，以未雨绸缪。他经常为了追求长远的艺术梦想而烦恼。I'm actually working twice as hard as I was when I had a full-time job. Sometimes when I'm anxious and I have too many things to think and do, I procrastinate. I just relax. I physically do nothing, but my mind is going crazy. And then it's nighttime, and then when I'm on my bed, then I'm I have to do these things, and then I jump out of bed. I start doing my work, and then it's 12 midnight, and then it's 2 a.m., and then it just continues. 压力对新手妈妈来说，更是排山倒海而来。
和新加坡大多数在职场打拼的妈妈一样，33岁的符伟玲在事业起飞时怀孕生子，她得兼顾工作的责任，同时也要照顾好新生宝宝。好，我是伟玲，我目前从事的是金融行业，是个新手妈妈，然后目前照顾一个3个月大的宝宝。伟玲每2、3个小时就会被女儿的哭闹惊醒。自从陪月阿姨离开后，伟玲的生活开始乱了阵脚。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宝宝一直哭闹，然后你没有办法了解宝宝到底当下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会更自责，然后又没有人帮你的话，那就很多的困扰了。当下因为就是觉得说一定有一个出路嘛，然后就从网上得知说就有这个睡眠训练的一个课程，所以就不妨试试看。这一天，睡眠专家徐思柔到访，给予伟玲协助。自2014年，思柔便开始提供睡眠辅导，主要对象是新手妈妈。When she wakes up in between her sleep cycle, she may fuss and cry a little bit, and then she can also be expected to connect on her own because at the start. 新手妈妈的睡眠问题包括她们产后的身体和荷尔蒙有变化，母乳喂养的妈妈可能乳房会肿胀，弄到她们很不舒服。有时候她们没有家人的支持，所以都会给他们很多压力。身为4个孩子的母亲，思柔凭着过来人的经验，学会解决自己和孩子的睡眠问题。我第一次当妈妈，我就怀了双胞胎。我宝宝出世时，我很兴奋又彷徨，不知所措。宝宝睡眠不足，也让我感到每天都很累。我心情不好，脾气也很暴躁。我们都说3个睡觉。后来，在邻居的介绍下，思柔开始研究睡眠训练。从此，她和4个孩子都找到了甜美的睡眠。后来真的是我 sleep train 他们了，我就觉得我的睡眠好了很多。我觉得，因为你睡眠不足，你就会乱想啊。你有充足的睡眠，你的人真的是比较会开心一点。Hi everyone, so today is our third group coaching session. 思柔也为同样受睡眠问题困扰的家长提供咨询服务。I mean, in the beginning, the crying was longer, more intense, and then as time goes by, maybe it's because, like you mentioned, she started getting good sleep. All this while, they didn't realize that it was because of the overtiredness that caused their baby to be so fussy and cranky. Their cortisol is peaking too early, and that's why they wake up, then chances of them resettling back is much lower. That's why you have to find that golden window, right? 我有一个5步法。第一就是你要了解睡眠科学，你就可以明白预测还有控制你的睡眠情况。第二，你要准备一个理想的睡眠环境。第三，你要建立一个适合年龄的时间表给你的宝宝。第四，你要设计一个睡眠计划。第五，你要让你的宝宝学习自我安顿的方法。根据思柔的了解，新手妈妈和宝宝睡眠不好，其实都和压力有关。我们这个压力会弄到我们发出这个 cortisol。cortisol 就是一个 stress hormone。cortisol 也叫皮质酮，它是一种压力荷尔蒙。一般情况，我们体内的肾上腺素会释放压力荷尔蒙，让我们面对状况时化险为夷。但是，一旦身体释放太多的压力荷尔蒙，例如过度疲劳或是睡眠不足，大人和宝宝都会因此睡得不好，很容易半夜会醒来，而且会早醒。我觉得新手妈妈最大的大忌就是不忍心给他们的宝宝哭闹。
他们觉得宝宝一哭闹了就要抱起来，就要帮他去入睡。其实这个不是很对的方法，因为你必须要了解为什么你宝宝在哭闹，你才可以知道要怎样去 respond. So if all this while you've been rocking her to sleep, you know, then when she comes to stage 4, she's gonna cry because she needs you to rock her back to sleep. No more. 自从当了妈妈，心怡有长达3年睡眠少过5个小时。她曾经一度情绪低落，因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而和家人发生口角。必须，尤其是生了第2个孩子之后，情绪会比较 unstable。One thing 它很好的是，因为它不会突然间跟我爆炸，它只是不想要跟我讲话。心怡的丈夫文俊也会帮忙孩子换尿布，但是孩子闹情绪时，还是会黏着妈妈。而且文俊也了解，心怡也不放心让他来全权照顾孩子。他每一样东西都想要做得最完美，但是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容易可能就给他自己太多压力哦。也是会对他们发脾气。如果好像我女儿要我一直陪她，可是我已经很累了，我就陪她1个小时，她又在哭闹，我觉得很累了，我真的不想理她，我会真的是这样走掉，不管她，就到了那个境界说不想照顾孩子。长期心力交瘁，睡不安稳，导致身心疲惫，让年轻的艺术工作者宣怡开始正视休息的时间，使得作息更正常。But I have to remind myself that everybody needs rest to function, and like to not be guilty about resting instead of doing as much work as possible in your 24 hours in a day. So on my rest days where I feel like inspired to do more work in a sense, I just write it down to do on another day, because that forces me to focus on resting. Because sometimes my brain is like too active and want to do everything all the time, because I always feel late, or like I'm always trying to compensate for something, like not doing enough work. I make a lot of to-do lists. Yeah. 对2个孩子的妈妈心怡来说，新家是个安乐窝，可让她彻底放松和休息。担子压得透不过气时，她就放下孩子给母亲和家婆照顾，独自回新家小住1、2天，以补充睡眠，恢复精神。有几次是完全不想照顾孩子，完全不想照顾孩子，不想靠近他们，因为我觉得说，如果我照顾他们，我反而会更加发脾气。想要自己一个人独处，做我想做的事情。心怡除了白天上班，她还一度创业，晚上经营网络生意，再加上还得照顾孩子，睡眠也就更少了。我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我的专注，我需要教他们的东西，我需要照顾他们的心理、精神上，和给他们一些爱护。所以就是把生意给慢慢的拿掉。身为职业女性，心怡不想放弃事业理想，但她也还在学习怎么多爱惜自己。工作疲惫时，她会小睡片刻。跑那半个小时，或者拖到40分钟，可能的话，我能够从中午到傍晚或到晚上，我能够集中精神。早上一起床的时候，眼睛张开，迎接新的一天的开始，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其实就是在欠睡了。所以大概到了下午2点、3点，我们就觉得那个这个睡债已经开始累积起来，所以一个 power nap， 比方说15-20分钟，稍微充电了，把一部分的这个睡债还回去。经过2个星期的努力，新手妈妈伟玲和宝宝的睡眠逐渐好转。
我们相信宝宝其实本身就有这个安抚自己的本能，一开始就会比较辛苦，宝宝可能会哭闹多过10分钟，但是我们就限定说10分钟，如果超过10分钟宝宝还在哭的话，那我们就会就是进去安抚他。但是就是有这个10分钟的一个框框，让宝宝就去适应这个能够安抚自己的一个过程。学到最大的东西就是睡眠能够让我更加享受这个育儿的过程，也可以让我更加爱惜自己，因为有更多的时间空出，让我有时间去充实自己。Having to learn how to silence your brain is a skill that I'm still struggling with, especially when I always feel the need to have to prove to my parents or to people that I'm busy, I'm doing something. I might not be in like a full-time employment, but I'm doing something. So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o navigate also, to have confidence in yourself that I deserve rest is very important. And I've also sought professional therapy recently to help me with my anxiety. It's a journey. 因为缺乏睡眠而导致情绪低落，和家人发生口角。心怡从过去的经验学习到，要照顾好家人，得先照顾好自己。唯一办法就是经常沟通，我们要怎样 relieve 他们的一些 pressure， 因为他们也是会有一定的压力照顾孩子，所以我们就尽量配合，尽量沟通。睡眠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只能慢慢放下一些不能应付的东西。我不一定要做完美的妈妈，我要做一个尽责的妈妈。